虽然已经是野生菌上市的季节了，但我买了2种人工菌，因为它们俩的名字都暗示它们非常的鲜。这个是蟹味菇，这个好像直接就叫海鲜菇。好吧，我去垃圾桶看了一眼，人家叫白玉菇，那也还是相当高雅的名字吧，让人疑惑。疑惑之处就在于，平常在炒菜啊、火锅里吃到它们，味道真的平平无奇。所以我今天打算用对付菌菇类的终极大法。俗话说得好，真菌不怕油炼，把它们都炸成菌油，看看味道怎么样，会不会就有点鲜味了。把菌子都掰开，这种太肥壮的我稍微撕成2半。今天就用这个上次劫后余生的不锈钢锅吧，多倒点油。这次是油炸，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会粘锅或者糊锅了吧，我猜。不等油热就把菌子倒进去了，否则菌子上有水分会很炸。现在是能够通过颜色区分2种菇的，我很好奇炸完了以后还能不能区分。不过说实话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它俩味道没啥区别，所以不能区分也不要紧。问题是这个锅怎么就满了呢？但好在菌子是一种疯狂缩水的东西，所以问题不大。这会儿就马上已经缩水了，还出水了。此时的这个汤汁就是正宗的水油混合物，但看起来还有点像某种高汤，略显诱人，但我是不会尝试的。好了，就给它在这儿慢慢的炸，菌子会需要炸很久很久。期间来准备一下等下一起炸的干辣椒，把它剪成小段。这干辣椒的籽怎么乱飞？看来我不能贪图方便，一个一个的剪吧。怎么一个一个的剪也这样啊？我服了。我一般都是用手掰，今天想着有点多，怕辣到手，用了剪刀却是这个下场。我尽量小心点剪吧。最后一个，差不多这些应该就够用了。再切几个蒜，就随便切片，不用太薄，太薄了反而容易糊。一个忠告，还是要用大点的锅炸菌子，在水即将蒸发完之际会非常的溅油，搞到处都是。第2个忠告，此时还会莫名的有点粘锅，需要经常搅动一下。第3个忠告，炸菌子真的不是一般的费时，我已经炸了超级久，现在油的状态是比刚才轻了，不过还是有点偏白的。我打算把干辣椒倒进去了，干辣椒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糊。让我来闻一闻，香味比想象中浓诶，有炸野生菌的感觉了。调味方面就只需要加盐，别的味道食材应该都自带了。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状态看上去就已经很好吃了？油又重新变回了清澈的金黄色，从现在开始就进入了延长保质期的时间，炸得越干就能放得越久。像炸干的野生菌就可以以年为单位来放，但是我已经饥肠辘辘，而且这么点菌子，好像400多克，几天就能吃完，所以我就放蒜了。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其实放了蒜也还是可以炸好久的，没有想象中容易糊。不过我打算就炸到这个程度了。炸完了以后，白玉菇和蟹味菇还能完美的区分开，不会掉色它们。让我来尝尝看味道的区别啊。咋说呢？几乎一样，白玉菇好像比蟹味菇的味道略淡一点点，但是不得不说，炸这种手段真的是菌菇类的绝配，它们的味道都像被浓缩了一样，有特别浓郁的香味和鲜味，就有种在吃味精的感觉。当然只是形容啊，单吃味精真的很难吃。如果说跟另一种人工菌平菇比起来，平菇炸干以后也是香的，但更多的是油炸一切东西都能带来的那种香味，菌子本身的味道就很淡，这个就是明显能吃到菌子的味道，甚至比炸某些味道淡的野生菌还要更有滋味一些。菌油直接吃就很好吃了，但是同时也适合各类场合充当调味，就可以把它的油也用上。所以我就来煮个面，稍微搭配点菠菜。今天还是买到了这种很嫩的菠菜，没什么涩味，直接放水里稍微煮个几秒钟就行。面条用的就是普通的扁挂面，这碗面里应该只需要补充点盐味，其他味道都在菌油里了，我就加点酱油吧。把面条捞出来，直接放碗里，倒上菌子和油，一边舀一边就能闻到它那个味道，好香啊！多来上几勺，还有油也是，看起来好好吃。什么味道都够了，拌面就是干香干香的，每个面条都裹满了菌油，碗底是没有什么汁的。
蟹味菇真的还不错，吃到每一根菌子就觉得是嘴里的一场小型的鲜味爆炸。不过坦白说，和野生菌相比，渗透到油里的香味就没有那么浓厚。但考虑到它们可是价格还不到野生菌的零头，我今天这些菌子一共才4块钱，真的是性价比奇高好吗？不过还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就是炸菌子实在是太费时间了。我真的是从天亮炸到天黑，从晚饭已经变夜宵了。要不是我默默在晚饭前吃了一些烤豆腐，我可能已经活不到现在了。还好它真的很好吃。